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演员的3个身份。看了上次时尚杂志采访，又想来聊些废话。从新出发的诚意，给我感觉他已经参透了演员的3个身份：角色的创作者、角色的体验者和角色的掌控者。他是角色的创作者，是生命设计者。他在心态上更追求新鲜感和进取性，所以我看到了他对角色创作的热忱。表演是累积式的，以前演戏可能因为不成熟，会特别想表现，特别想演出来，甚至想演得过一点。现在开始做减法。他常说他有点笨，但我认为他在创作角色时却散发出无比的敏感和灵气。我现在看到的每一个角色都直接来自他敏感而丰富的脑袋，以至于传递到我心里的印象，每个角色每个都差别而很大。应渊、唐周、玄烨在一部剧里应该怎么设计反差感？从日常习惯、走路姿势、流泪表情等等，我相信这些观众不一定注意到的细节中，都倾注了他很多精心设计。应渊，你别怕，你别看，前半句说出来，后半句无声。唐周，我不是他。其中的委屈、隐忍、遗憾，别再执着了，做我的帝后，把目空一切又掌控一切的态度，太多太多。他在创作角色中设计的细节，都是他用来抓住观众共情力的创作点。我相信如果使用原声的话，能让我感受更加深刻。从心出发，我很想用触感去理解他饰演的3个角色。司凤的设计是柔软的，像天上一片云，无声无味无痕地轻抚你脸颊，能让你心里无端泛起一片涟漪。唐周的设计是清脆的，像夏日饮下一盅酸甜可口的梅子汤，回味甘且带一点点酸涩。应渊的设计是温暖的，像炙热却不能任性燃烧的太阳，能包容一切，万物因它的包裹而生出颜色，延续生命，远离黑暗。看完这些角色，有没有发现他演戏时虽然用的肢体语言很少，但却把他们最触动人心的地方在你心里扎根、生长、发芽。我想他已经摆脱了使用蛮力表达感情的阶段，而是用更简洁的设计演绎出更丰富的情感，甚至用一个眼神就能把一个人物的鲜活展现给我们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样些创作欲望成就了他塑造的每一个生命，他是这些生命的造物主，他是角色的体验者，体验到最后就成了角色本身。演员创作的起点是对剧本和角色的生活体验。每个演员都会说体验角色，但体验这个词真的太虚了。比如要演一个农民，读完了剧本，依靠自己脑子里对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想象，这也算体验。去农村看农民种庄稼也是体验，但有几个会真正挽起袖子，在土地里干上3天3夜来体验农民的生活？而诚意就会做最后一种体验。他对角色的体验不只限于剧本中角色的揣摩，前期的观察只是对角色皮毛粗浅的了解，所以他懂得主动去觉察。我也看过很多演技不错的演员，表达精准，台词清晰，看得出来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是非常有目的性去分析角色，然后诠释他们的。但表演精准的同时也摆脱不了模式化，你会一眼看出他们的目的，仿佛在告诉你，看我吃透了角色，看我演技有多好。曾经我也以为，好的演技只要是把这个角色演出来，让观众相信他的性格定位就行了。但是看到诚意以后才发现，原来我可以带入一个和我性别不同的人，我琢磨这个剧中人在想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，甚至为了他塑造的这个人物会难过很久，他真正成为了那个角色。这一切都是源于诚意对角色的觉察。李莲花在他的身份之中有什么目标，吃什么做什么，
都要在李莲花这个身份的框架中去完成。通过这样的觉察，他可以从中窥见一个复杂丰富的李莲花的世界。他对一个角色的体验方式，很像是在剥一个洋葱，一层层剔除表皮的过程是痛苦的，甚至会让你泪流满面。但在这个过程也是角色从纸片人到立体人的过程。明红骈清平山堂画本，蓝桥记安寿网记，无形云流水之势，但如抽丝剥茧之行而谓之，故望此云，无望的重。一层层剥开，一根根抽掉，这个过程是对一个生命的理解的过程，所以它的体验是生命对于生命的体验，才成就了角色本身。他是角色的掌控者，更有跳脱角色之外的掌控力。除了在剧中的角色，他每次出现都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。可能很多人以为是不同的发型、服装这些外部因素带来的差别，但我觉得这些对他感官上的差别认知，都来自他对当下角色的掌控。他很像是一个水晶玻璃球，从表面看晶莹剔透，一眼望穿，但在不同环境和光照下又能折射出不一样的色彩。所以我真的无法定义他的风格，无论是纯还是欲，不过是他360面里其中的一面罢了。他可以勾起你原始欲望的本能，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透出不可染指的圣洁。他可以随意掌控我的认知，所以才会觉得他是古堡中走出来的暗黑系王子，从头发丝到脚趾头都透露着我很贵。又是从大学校园里走出的学长，阳光洒在他身上都不显得刺眼，反而成了柔和的颜料。我不喜欢称他为辛德瑞拉。巴黎时装周上的王子是他，杂志里摄人心魂的时尚 icon 是他，横店镜头中身穿黑大氅的一代如霞也是他。他不是可供揉捏的橡皮泥，不是装在什么杯子里就是什么形状的水。他是风，看似无形却是掌控自然万物的使者，不露声色却自有光芒。所以我每次看到的他，对所有面对的身份都有无比精确的掌控感。穿上什么衣服，应该有什么样的气质，他会马上中召唤出来其中一个灵魂。不管是在每个不同剧中的角色，还是在表演之外的不同身份，塑造这些角色的过程，都是他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，也是让我重新认识他的过程。他一直在平行时空里寻找另一个自己，那个和他重合和不重合的灵魂，都在无形中掌控我的感受。曾经我觉得他总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努力，但随着这样的努力像萤火虫一样聚集的越来越多，遮盖不住的光芒开始变得耀眼。光是驱赶黑暗唯一的神。